东西，因为之后就要9月要开学了，那之后这个 podcast 出来就可能也大家都已经有那个什么，就是指考的同学应该也都已经有选上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。那我现在就来讲一下，如果你是选上了台大兽医系的话，你会读什么书吧？你会来上什么课程？因为老实讲，我们学校的那个课程啊，以前真的是非常的繁重。我记得我们以前我先讲一下这一集，我可能会把它录个2、3集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了。然后我又很想要每一个课程，就是也不是说介绍的不用说介绍的太精确，但是我想要至少每个课程我都大概都介绍得到这样，所以我才想说这一集可能我会把它分成上下两个那个集数来，不然会太长，让你们听不下去。然后我先讲一下兽医系，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学科，那在那个什么。在整个学习如何当一个兽医的这个过程中，是非常非常的艰辛、困难而冗长。那就像裹脚布，不是裹脚布一样，又臭又长。我觉得我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合理，因为大家真的是好，你们慢慢听下去就知道了。我们现在，因为我那时候学的时候是5年制的，但现在应该改成6年制。但是6年制你不要觉得6年好像比较轻松，没有，就是你同样的时间，你还是一样要做同样的事情，只是说你的时间会变成6年这样。那我们的学分是通常一个正常的大学的学位是128个学分，以台大其他的系来讲，但是我们的学分要182个学分，整个是给它倒过来，所以182个学分你就除以4，就是除以4年，因为我们是上4年的课，然后实习1年或2年这样子，那你就把它除以4，再除以2，就是等于说你直接除以8啦。除以8的话，你就等于说每一个学期至少要23、24个学分，26，是吗？22、8、24、对，大概22、23个学分，所以你就知道23、24个学分根本就是高中生的课表，没有错，就是高中生的课表。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实习课，那实习课可能通常就只有占1个学分。它虽然说是1个学分，可是它会耗掉你整个下午的时间，就你整个下午不能再排其他课，你就是整个 all in 给那一门实习课。就我们非常多这种课程，所以真的很无聊啦，就是但是你也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，比如说就在课堂上，在等实习的过程中，你就可以开始读其他的书，这样子，真的很无聊。就是不要只顾着玩手机，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。要说很无聊吗？好像不会。我不行，我觉得我带太多个人的情绪，我会不会带太多个人的情绪在讲解这一段话？好，不行，我要客观，虽然说。好，不要再虽然说了，就是客观这样子。那我现在简单简介一下我们那个，你就拿出你的5个手指头，大1、大2、大3、大4、大5，就是大1的课程就是大拇指，大2的课程就是食指，大3就是中指，然后这样排下去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就是我们课程繁忙的程度，大1是最轻松的，大3是最累的。然后大5就是还好这样子，也蛮累的这样子。反正大1是最轻松，大3就是最累。然后大3是大家很害怕的大3，因为大3有很多那个学科是，如果你被当掉的话，你就没有重补修的机会，你就是势必会延毕1年。大家非常的害怕延毕这2个字，所以大家就拼了命的疯狂的读书这样。好，我现在讲那个大1我们要念什么。大1的话最就是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是说大1我们有一个解剖学我们会用到那个手术刀，会用到那些手术的器械。可是呢，我们下一次再碰到这些手术刀、手术的器械，就是到大5的实习。你中间大2、大3、大4是不会碰到这些器械的，除非你自己去外面实习。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等于说我觉得在我们整个课程养成里面，理论是占很大一部分。就是你不要觉得你现在进去兽医，你就可以开始做很多临床的工作。No， 我们会先从学理开始，从理论开始，然后让你学很多的知识，之后才会让你疯狂的补足
你所需要的技术的部分。好，大一就是解剖学。那解剖学要解剖什么呢？我不知道现在是解剖什么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解剖真的狗狗，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时候还有12夜嘛，就是还有那个收容所的狗狗会过了12夜之后就会被安乐死，所以我们就会拿几只安乐死的狗狗的大体，我们就把它称为大体老师，就会把它带来我们的教室，然后也会帮它解剖这样子，就是我们会知道它的解剖说它的皮肤啊，然后它的肌肉哪一条是哪一条，比如说我们就要背起来。手臂有哪几条肌肉，然后翻起来又有什么肌肉，腿部有什么肌肉，肚子有什么肌肉，背部有什么肌肉，这些都要记得，然后脸部的肌肉也都要记得，全部都要记下来。肌肉我觉得还好，肌肉算没有说太难，然后还要记神经，神经我就觉得有一点点稍微有点复杂，因为神经太小了，然后尤其是我们在动刀的过程中，神经很可能不小心就会把它切断，因为它真的太细太小了，就是我觉得真的蛮有挑战的地方这样，但是你可以实际操作到一只狗狗，然后解剖它的那个生理构造，这样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然后。但是也是因为这门课让很多同学直接休学，他们直接就退学，他们直接就不往兽医这个地方走了，因为可能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震撼教育吧，就是哇塞，真的有一只狗狗出现在我面前，然后我要把它剖开，分析它的条理、它的肌肉什么的，所以大家那时候蛮多同学。撑不到大一，他们就退学，或者他们直接重考，选择重考这样子，还蛮多的。然后解剖学最有趣的就是我们有骨头，我们要念骨头，就是我们身体的骨头或是鸡的骨头，我们都要念。然后通常我们就是拿马的骨头来用那个来当标本这样子，因为马的骨头比较大根，然后。比较看得清楚它里面的凹凹凸凸的地方啊，就是骨头，我现在真的完全部忘记了，因为它那些名词全部都是拉丁文，就是不是英文，你用英文是念不出来，你要用拉丁文念出来，然后你就只能死背，完全只能死背。就是比如说要念这个骨头是什么骨头，就是你必须要看到一个骨头，你就可以知道它是手部的哪一个部位的骨头，或是腿的哪一个骨头，或是脊椎的第几节，这都是要都是要记得的。然后再来就是要记得骨头有很多凹凹凸凸的地方，每一个凹凹凸凸都有它自己的名字，或者它有个洞啊，它有个漩涡什么的，这你全部都要把它记下来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真的超级无敌吃力又很无聊。好，我不能再带自己的个人情绪，不能再带个人情绪。但我觉得骨头蛮特别，就是。我们必须要画出骨头，但是因为骨头就是太难画了，所以通常我们都会作弊，就是拿那个学长姐的那个画过的骨头垫在我们的白纸下面，然后最下面照一个灯，那个它就会整个像投影这样打上来，我们就可以照着描那个骨头这样。我们大概要画50-60张骨头，50-60颗骨头，超级无敌难的，就是很浪费时间啊，就是但你就还是只能画，因为这是功课这样子。还蛮特别的啦，然后大一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生理学，生理学是大一还是大二啊？好像是大二又好像是大一，反正我就讲生理学。生理学其实它就是比较麻烦的是，它是一本很厚重的原文书，然后它其实不难，它就是高中的生物再深很多。就是再深一点点，然后全部是原文的，然后你只要肯花时间把这些原文全部看过，全部背下来，你考试就可以，你就成绩就可以过了。这样，它就是比较花时间的一门科目。每一门科目都很花时间。然后生理的话，就会讲说，比如说水的平衡啊，然后心脏的传导啊，神经的传导，然后还有什么脑神经。然后反正就是这一类的。然后生理的话，还有生理的实验。这样子好像生理是大二才上的，没差，反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。就是我就讲差不多的那个，我能记得的这样。然后还要做生理实验，生理实验的话，我就觉得还蛮可怕的，因为它是要让活的老鼠，就是最后会死在你的手里那种。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让一只健康的老鼠得那个糖尿病，然后最后
糖尿病，我们就要观测它的胰岛素之类的分泌啊或什么的，但最后那只老鼠就是得糖尿病啊，它就最后还是会被安乐死这样子。或者是说有些健康的老鼠，就算它没有发生，它只是一个样本，但是它也不能离开实验室，我们就是最后还是得把它安乐死，这样就是这对我来说是蛮残忍的，就是我有点违背我的良知啦，就是也不是说违背我的良知，就是说我觉得可以有更好的方式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规定，这就是规定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有待商榷。然后再来，还有我们还要上一些化学课，比如说我们要上普通化学、有机化学跟生物化学。我们最主要是要上生物化学啦，但是生物化学就是大3的时候上，然后上生物化学你就一定要上过有机化学，上有机化学你就一定要上普通化学，所以等于超级麻烦，超级无敌麻烦。然后这每一个化学，普通化学、有机化学、生物化学都还有实验课。这3种化学都还有实验课，所以就等于说你必须要花很久的时间在一个下午上面那样子，就是非常非常的繁琐复杂。然后普通化学的话还蛮简单，你只要有去上课，通常老师讲的你都听得懂，你就那个什么，你就多做题目就可以了啦。普通化学还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生物统计。生物统计的话，它其实就有一点点。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难，可是因为它是 open book， 所以你其实只要在上课的时候把一些很多东西都记下来啊，然后你也大概记得什么什么要怎么计算，它其实就有很多公式的，那这些公式的话就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。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太难，因为它毕竟是可以 open book 的东西。再来大2的话，我觉得大2就有点艰深哦。你看大2已经马上咻到这边，食指马上跳到这边。大2的话最难的话，对我来说就是细菌跟病毒。这2门科目非常的复杂，而且这2门科目一样也有实验课，所以就知道非常非常的花时间在这上面。然后细菌的话，因为就是细菌跟病毒对我来说很困难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我只能靠想象的，这2个东西我看不到。就是除非我在那个什么显微镜下面是看得到的，但是我如果在一般的做功课或者是要想象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只能从你脑袋里面摄取这些画面，你没有办法得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，你只能自己全部都靠想象。这对我来说是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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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困难的东西，因为我看不到它太小了。然后再来就是他们2个地方很多东西都很相似，所以有时候还会搞混。就是细菌跟病毒有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它的外观，它的什么 mRNA 之类的，就是它整个非常的复杂，然后很常搞混。重点就是它的实验也会让你觉得哇塞，到底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可是我觉得实验还蛮好玩的，尤其是细菌的实验，就是你要慢慢的培养这个东西，就是你要在一个无菌的状态下，然后你要培养这个细菌，然后你的培养皿上面之后就会，如果你养得好的话，就会有彩色的细菌。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，就是至少我看得到这个东西啦。只是说因为是培养细菌嘛，所以这整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繁琐，你不可以让其他的细菌株掉到你的培养皿上面，就是有蛮多那个眉眉角角要注意的，在做实验的过程中。对我来说，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做实验的东西，就是手做的东西对我来说比较有趣，我不喜欢全部都是理论的东西，所以其实细菌跟病毒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然后还有组织的话就有一点无聊，我自己觉得组织有点无聊。组织的话就是也是要用显微镜观察，可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看不到，就是你必须要靠显微镜才能知道它里面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这种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对我来说都会很渺茫。然后组织的话，我们还要用显微镜来画出每一个组织不一样的那个长相。就比如说我们的嘴唇的组织是什么上皮细胞，然后什么地方是什么细胞，然后每个细胞会长不一样的样子。比如说它是长长的，它是长圆的，它是长方的，它上面还有绒毛。然后它是什么颜色，它染色出来是什么颜色，这些都要记得。然后它是几层，有可能是1层的皮肤，有可能还是1层的细胞，也有可能它是2层、3层或是多层，然后甚至是它有角质层，这些都要记得。这个好啦，这个相对
相对大二的其他课程来说，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。我觉得组织还蛮有趣，而且但是它比较麻烦的就是它也是要画画，就是你要画出那个组织，然后那个实验课还蛮冗长，也是一样，因为实验课就是你要一直看着显微镜，然后画出那个组织，然后最后考试也是考出就是实验课的考试。实验课考试我还拿蛮高分的，就是他就给你一个组织的投影片，然后你就说这是什么什么部位的什么组织，然后叫什么细胞这样子，然后它的性别是不是性别，它的特性是怎么样子，就是把它写下来这样子。过了10几分钟了，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。这个是第一部分，但是第二，我不知道我后面会讲第2还是第3，反正我就先讲。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部分，我就先简单的讲解大1、大2我们兽医系在学什么东西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